70亿人，怎么能被分成16种类型呢？我感觉我同时属于 INTP 和 INFP 我经过后天的成长，已经从 ISFP 变成了 INTJ。我是属于 NI 特别高的那种 ENTP。在讨论16人格类型的时候，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4类误解。产生这些误解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大家对于人格心理学中的特质理论和类型理论没搞明白。今天呢，刷刷用一张图带大家彻底知道16种人格类型到底是怎么分出来的，到底这个特质理论和我们的16人格类型的类型理论有啥区别该去怎么理解。那我们看这是一棵树，代表整个人类。那在最底层，大家都是人类这个物种有基本的共同的心理结构，比如说有喜怒哀乐，有记忆，也会遗忘，挨打了会疼，下雨了知道家在哪里回但是人和人的个性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你要去梳理的话，每个人之间的差异呢，就好像树长出的这种分叉。随着不断的分叉，最后会把一个人个体的特殊性就完全的呈现出来也许你在这里跟别人一样，但在另外一处分叉处又跟别人不同了随着这种不断的分叉你会发现说和别人有一些重叠的枝干，也就是相同点，但也有更多的不同之处，让你呢成为了特别的你，让我呢成为了特别的我。人格心理学呢希望研究人和人在心理结构上的稳定差异，也就是我和你在心理的层面有什么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不是因为短期的影响而带来的比如你今天饿着肚子，脾气特别暴躁，那我吃饱了，我温柔有礼，因为我懒得吵架。这种差异就不是人格心理学最感兴趣的在理想的情况下，当然心理学家需要理清楚每一个分支是什么，对吧？把整棵树从头到尾给研究透彻了你们说对不对做梦你看我手里画的这棵树还没有70亿个分支呢，你一眼都理不清楚到底哪儿是哪儿到底这个分叉从哪里开始分的，从哪里又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在人格心理学中产生了2种切入人格的视角，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彻底的去搞明白这个每一个分叉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种视角是我们不管分叉了，我们把外显的部分，也就是这里树冠的这个部分这个树冠上是所有人最后分叉出来到最细的时候外显的一些区别他们就把外显的部分看成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特质。而人和人心理结构上的差异呢，主要呢是体现在说这些特质的程度上有所不同。简单点说，就是咱们直接拿一个尺子去量这个树冠。那既然有尺子又有量，那肯定就有高低肥瘦之分嘛，那就能够出现差异，就能够产生对比。这个视角其实就是特质理论的视角随着实证科学和逻辑学的流行，还有心理动力学的式微它现在就是人格心理学的主流。因为它可以观察，因为最外面的这个你是能够去直接看到的，它没有在里面这个就是错综复杂的绕在一起你可以去观察，你也可以去测量，可以去统计，可以去验证，完美但是要搞清楚的是，特质理论自己都很明白，这些观察测量的树冠这些特质并不能够被看作是人格最底层的内因，他们量的这个只是外显的部分就是说是有内有外兼顾的部分。它不仅仅是受到了成长的环境、当下的情景学习的知识等等的影响还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后让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这样外显的每个人的一些行为的习惯特点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树冠之前它到底经过了什么分叉，它到底的底层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并不是特质理论最感兴趣去讨论的。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大5人格 Ocean 做例子它是典型的特质理论的产物。它在心理结构中呢就划分出了 openness 开放性、conscientiousness 尽责性extraversion 外向、agreeableness 宜人性和 neuroticism 神经质这5个维度。比如外向性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人际互动的数量和密度，在社交中的主动频率等等重点就是这个人在实际行为层面他表现出了什么。至于他到底去主动社交的动机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里面而所有人他在像大5人格这样的一个模型中的得分结果都会被一把统一的尺子去量好。像这里把它分成了7块，但实际上可以分成更多块嘛。比如说你在某个维度的得分是10分，就意味着你超过了98.86%的人那得分是6分就意味着你超过了59.57%的人。通过这样的尺子
那人和人心理结构的差异不就可以被研究和讨论了？这个切入人格的视角其实非常的好，也被主流认可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仅可以观测，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果。另外，你看这个数就知道了。那比如说，你今年你长到了左边，你呈现出了这个比较靠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特质，对吧？你不可能说明天突然你就跑到右边去了，因为树它要成长，它要分叉，它也是缓慢的所以，就算后面有人格的变化，也是非常缓慢的，除非你遭遇了什么重大的创伤啊，或者是意外的事故啊，比如你被棒球打中了脑子之后性格大变，也不是没有这种特例。那特质理论它虽然一直都是现在的主流，但是人格心理学中仍然还有另一种声音，他们会认为你看虽然这个人类的这个树很复杂，但是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树枝，最开始的时候都发源于某几个原始的枝干。只要抓住了最开始的枝干后面的变化都会有迹可循。这个视角比较小众但是仍然具有非常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心理学家一直都清楚，人格中间一定有更先天的部分也有更后天被环境影响的部分。同样，一对双胞胎在相似的环境下，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可能展现出心理特征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自下而上的追根溯源的探索方法呢，就被叫做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16人格的理论。那当然了，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就是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以及后面衍生出的前面提到 MBTI 包括凯尔系气质类型BB 模型这样的流派。那类型理论采用的视角，它不像特质理论去直接的去衡量，就是你外显的部分外显的特质是什么，它是从下往上去找，它先寻找底层的差异。它假设底层一定有差异，那这种差异一定也没有办法完全对应到在外显的部分的。我这里用不同的颜色方便大家可以去理解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深蓝色的，它虽然在底层它是最靠左的，但它在成长的这个受到后天的环境影响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完全可能长出好像比较偏右边的特质，所以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去对应到这个底层和行为这样子做非常强行的绑定。也就是说你在底层上的不同未必会在你外面的特质中显示出来。那比如说在荣格的心理类型中，一个人在最底层他可能追求外情感觉也就是 extroverted sensing， 就是去追求体验仍然可以因为后天的因素，比如说他童年他可能童年的伤害，然后成长的环境，他可能展现出一种比较安静、比较胆小的一种在外显的一种特性。但是不会改变的是什么呢？如果能够穿透这些后天的因素带来的这种壁垒这个人仍然会发现自己其实是非常的渴望外情感觉的，真的还是被他所吸引，这个吸引从来没有变过。而且当这个人他去顺应他这种在根源的吸引力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力量与价值。换句话说，你看外层的树枝的话，很多树枝都很接近甚至重合，但是你往深处去追溯，会发现最后回归到的其实是不同的底层的动机，不同的枝干。很多人会质疑，因为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似乎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确定，那我到底有没有深入到人格最底层的追求和动机呢？因为总是能说更深入一点，或者总可以说好像我这个还没有深入到位好像任何的这个行为表现总是可以和这个原始的动机去扯上各种的关系嘛，因为它这个很底层那比如说你讨厌社交，可能是因为你抗拒跟现实的接触，也可能是因为你抗拒情感的连接，这确实是类型理论一直都很小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 MBTI 领域能产出如此多看似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却不符合理论初衷的个人见解和刻板印象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去自行验证的。验证的方式其实也不难，那就是结合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你自己生活中为人处事的一些动机，你到底在生活中你被什么所吸引，你对什么感到抗拒荣格相信当一个人不要说找到，哪怕你接近自己底层的追求和动机的时候，这个人的状态就会是最好的证据一直以来荣格对人格的定义是什么？是 vocation， 他认为人格是一种天职，是一种呼唤，让人可以冲破集体老旧的道路，在里面找到独特的自己。所以人格的验证是内在的，它而不是可以通过外在的一个行为层面去统计和辨别的因为你做一件事的频率可以很高，你可以反复做，但是你做的时候到底开不开心、满不满足，你到底在追求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看别人的行为，你是不知道他行为背后的动机的。拿之前提到的这个外情感觉做例子那外情感觉追求体验和参与，追求此时此地的投入。当你去全心追求它、靠近它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感到满足？没有别人比你更清楚。
而当你真正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索自己的时候，你一定可以逐渐发现自己在很多行为背后的共性。你可以看到，虽然在这里的树枝底层可能它不能够完全的对应到顶层的行为，但是在大的方向上，它仍然是有一个规律的。那真正的人格类型其实应该是这些来自底层的呼唤和吸引力，而不是你一定会怎么做啊。而这些东西是真正贯穿你的人生的。换句话说，类型理论最好的验证是某一个人格类型如果真的符合你的话，一定是你认可并且喜欢，而且真正牵引你的人生，不仅仅可以解释某些部分的行为，而是藏在你所有的行为之后都是有它的影响力的。当然，这比特质理论那样通过外部观察验证来的更复杂和缓慢，是着急不来的。用荣格的话说，自信化就是一生的过程。而大家能获取的 MBTI 类似的量表啊，它给你提供的就是一个启发罢了，就是一个起点啊。真的别着急，就算你知道了自己真正的人格类型，你也需要时间去体悟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在说明了你被什么所吸引。说的不好听一点，你搞明白了自己的4个字母其实就很费劲了，真的别拿着随便看来的解读就以为自己好像搞明白了一个人格，搞明白了别人。总结一下，人格心理学对人格呢其实是有2种的切入的视角。第一种就是特质理论聚焦在外显的这个树冠上啊，第2种呢就是类型理论聚焦在最底层的这个分叉上，让这2个视角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反而他们还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他们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由内而外。人格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创造出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形容人心理结构的一个概念。如果这句话你都没有听明白，那我真的建议你一定要先弄明白再讨论 MBTI， 讨论人格类型。虽然我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不知道大家现在对视频一开始提到的那4个误解有没有你的自己的答案。一个小提示就是，你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在盯着树冠，还是在盯着底层的树枝。你盯哪里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盯树冠，你在看的角度其实就是特质理论的角度，咱们就不要牵扯进类型理论的东西。如果你想要对类型理论做更多的探索，你应该盯着的是这儿啊。好，我是刷刷，上周呢阳了，所以又晚更新了一段时间。那下期呢，咱们就回归 SI 内情感觉的一个专题解读。好，那我们有缘再见啦，拜拜。